Hello， 大家好，我是三艾倫。說到大漢西市鎮，如果拿出20年前的台北街地圖，這裡還是一個被簡單帶過的地方。如今現在20年過去了，新市鎮可以說是越來越熱鬧。艾倫這集要分享以前在海洋都心住過1整年的心得，加上這2年我親戚也在海洋都心買房子了，於是今年我也是再度回到最熟悉的社區拍攝，而且這裡的人潮也是越來越多。再來就是艾倫會分享我從海洋都西搭乘機場巴士前往桃園機場的心得。今天就一樣跟着艾倫的影片出發吧。海洋都西總共分成3期，艾倫當時居住的還有我家人買的一樣都是在2期。當初我們會租海洋都西的2期，主要是因為我父親疾病的關係，有一段時間不能爬樓梯，需要助行器。但是如果想讓台北市找到有電梯、有車位的華廈，1個月3萬元以上是跑不掉的。後來我們找到海洋都西2期，有一間2房1廳的，月租只要15000元。當時我家人也剛好有在觀望海洋都西，想說不如趁這機會住個1年觀察看看，於是我們就租了這間2房1廳的房型。那個時候1個月租金15000，有包含管理費，然後房東也有提供基本的家具，像是沙發還有桌子，還有電視跟床鋪，衣櫥都有，非常的貼心。當然這價格也有包含了平面車位，只能說那1年我們用這價格租到這裡真的很划算。再加上當時海洋都西的人口沒有到很多，海洋都西社區樓下以及3樓都有很足夠寬敞的步道，很方便我父親在這裡進行復健。等到未來他恢復了行動能力，可以開車以後，並且在這附近車流也較少的情況下，我父親也可以在周圍開車找回感覺。接着我們住在2期這裡的時候，親戚來探望我父親，結果親戚反而喜歡上了海洋都西2期，後來也決定在這裡置產。所以我這2年也會開始來借住親戚家，就順道利用這段時間來分享我對海洋都西這裡的看法以及心得。在海洋都西2的公設有游泳池、撞球娛樂室，還有兒童室、閱讀室，還有健身房。不過在我們2021年住在這裡的時候，完全沒有機會用到公設，因為我們剛好碰到了疫情。那時候全台灣進入了3級警戒，所以很多公設都沒開放了。疫情那個時候，我們下午去個淡水老街上完全都沒有人，甚至坐捷運回去台北市區的時候，捷運上1個人也都沒有。那時候的台北就真的很像空城。可是海洋都西那時候配合防疫做得很好，我們那時候2期的住戶如果要回家，都要投影站樓下量體溫，確定沒有發燒才能坐電梯回家。然後商店街的店家也都很配合政府的人流管制的政策，加上大家都不敢出門的關係，當時管理室這裡也是堆滿了很多住戶們購買的生活用品。那段防疫期間住在海洋都西反而是很安全的一件事情，因為當年在這裡的人潮真的不多，比起在市區活動，在新市鎮這裡生活真的比較安全許多。一直到我們搬走的時候，這裡幾乎都沒有傳出什麼社區感染。可是我們家最後沒有選擇買海洋都西的原因還是在交通不方便，從文山區坐捷運到紅樹林，再轉輕軌進來，每次都要1個小時以上。加上我爸媽的生活圈都在台北，所以就暫時沒有考慮買海洋都西。但是在後來我親戚買下2期以後，艾倫就有來住了幾次。現在海洋都西的人潮，甚至是商店街的營業店家，跟2021年比起來，真的多出了很多。現在看到的這棟海都廣場前身是美麗新廣場，當時這裡的影城有個巨幕廳，號稱是當年全新北最大的。艾倫也有來看了好幾次電影，不過到了後期平日真的也沒什麼人。我當年來這裡看蜘蛛人無家日，1個人是整個包場巨幕廳的。後來這裡就因為一些原因，影城就關閉了，然後美麗新集團也退出了。不過前一陣子這裡有了全年進駐，而且也有跟海都廣場的停車場合作，現在生意看起來還蠻好的。但是這裡在2021年一度有傳聞是特力屋要進駐，後來就不知道什麼原因沒有開了。
然後從海牙都西的一期走過來，這家全聯只有300公尺，可以算是非常的近。而且這裡的全聯熟食也有賣很多，可以說是萬十足的一大福音。現在走進了海都廣場，這裡1樓非常的空。以前這裡有開了一家牛霸，其實他們家的牛排還不錯吃，也是我當年招待朋友們用餐的首選店家。可惜的是，現在也還是結束營業的。這裡也新開了一家咖啡廳，不過艾倫還沒有機會拿消費。現在這裡1樓都是租給特賣會，有時候是書展，也有時候是生活用品或者日本商品的特賣。對於居住在這一帶的居民們來說，早一天晚上來這裡用餐，順道逛逛特賣會，看看有沒有什麼家裡剛好缺少的用品，都能一次買齊。現在我們再來2樓看看，在2樓的話也會有一些餐飲店家。這家漢堡王在以前還在的時候生意相當的好，而且那時候飲料還是無限暢飲，可惜的是後來就取消無限暢飲了。然後在以前收掉以後，這裡的用餐人潮也變少了，但是這裡叫萬壽的生意聽說還是很好。本來這裡是一家韓國料理，現在也變成了扭蛋跟遊樂設施。左邊這裡以前有一家彩券行，那時候我都來這裡買彩券，不然就只能跑去1公里外的濱海一山車站那裡購買。但是現在海牙都西社區也有開一家彩券行了，所以就變得很方便了。假日的時候，這裡用餐人潮還是非常多，像中間這家的按分享茶飲也是這家廣場的唯一一家手摇飲，所以生意很好。但是最近他也搬到了旁邊，變成了小型店面。艾倫適合喜歡喝他們家的綠豆沙，而且都是現點現做的，就不像是平常外面那種會先做好些冰淇淋的。然後這家一米蘭也是我的最愛，你只要點一份主食的話，在這裡炸物內沙拉吧、飲料吧都是無限供應。有關於新市鎮這裡的吃喝玩樂，我未來影片都會再做一集分享。還有這家壽喜燒一丁也是吃到飽，這家在艾倫居住的文山區以前也有在精美的漢興百貨開過，只可惜後來結束營業了，所以現在來這裡還能吃到也是一種回憶。這裡4人同行單月壽星免費的行銷方案還不錯，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查一下。這家2丁火鍋也是以前在精美漢興有看過，接着跟這家前面提到的壽喜燒1丁跟一米蘭聽說都是同一個集團的。總之，現在的海都廣場，你如果想要來這裡逛街購物的話，就會比較無聊。不過可以碰運氣看看有沒有什麼特賣會。在餐飲的選擇站，真是有老店，也有一些新進的店家，都是很適合新市鎮居民來嘗鮮看看的。那現在聊完了海都廣場，就開始來聊海牙都西的商店街。2021年我住這裡的時候，便利商店只有1期的全家超商，所以那個時候我要網購買東西，或者店到店，或者買零食跟飲料，都是只能來這家。但是現在的海牙都西3期都各自有一家7-Eleven跟一家全家，也就是說這個社區總共有3間的7-Eleven，還有3間的全家，也算是密集度很高了。在社區的商店街這裡也會看到有服飾店，還有咖啡廳、美髮店跟 SPA 店也都是會有的。而且在海牙都西養寵物的住戶也是特別多，所以這裡也會有寵物旅館，還有寵物美容，甚至也會有動物醫院。餐飲方面，各式各樣的餐飲店家還有手搖飲也都會有。像是這家蜜汁燒烤，艾倫也蠻常買的，他們家的米血跟甜不辣都很不錯。海牙都西也有一家蝦皮的自取店，不過我有被氣當過就是了。接着在早餐方面，這裡有美而美、曼迪吐司，還有南雅漢堡。但是艾倫是習慣早午餐一起吃，所以我那時候比較常吃的是這家偉食堂，因為艾倫是糖醋控，加上這裡剛好有在賣糖醋雞飯，雖然折抵很單調，但是能吃到還是很滿足的。接着，如果想吃炸物鹹豬雞蛋做宵夜的話，這裡也有看3家。第一家是炸物間，不過這家我覺得還好。第二家的話是蘋果雞，但是我這次來拍攝，店家說要等1個小時，所以這次就無緣吃到。
接着是這家九式雞排，在2021年就有了，是當時的唯一一家。那時候艾倫也蠻常跟老闆聊天的，這家的玉米布丁酥還是一樣很好吃。總之這3家炸物大部分都是營業到晚上10點，也可以當作是宵夜首選。當然也有19甲雞排連鎖店，但是這家我也覺得還好。這家晨會也是當年就有的店，但是他們以前不是每天營業，只有星期五比較有機會會營業。艾倫那個時候都會來這裡買菜，然後他們也會賣1盒這樣的甘蔗雞，分量如果是2個人吃下來還蠻過癮的。總之在海洋多西的商店街，餐飲店家種類也是蠻多的，住在這裡選擇多，也不用怕餓肚子。接着現在這裡的商店街也是越來越多店家，晚上也會看到很多常滿的民眾，跟2021年的時候完全不一樣。至於這裡也會有診所跟藥局，所以一些小感冒也是可以來這裡看，然後也有負責物理治療。以前這裡沒有 U-Bahn，但是現在也有了，但是我還比較不建議在新市鎮騎車，因為會被野狗追逐。艾倫還是要開始說一些缺點。第一點就是二期這裡雖然有3部電梯，但是通往停車場跟垃圾場的電梯只有現在看到的這一台，也就是說整棟29層樓的住戶都只能坐這台電梯前往停車場跟垃圾場。再來，這台電梯也是搬家時候會使用到的，所以如果剛好遇到有人要搬家的話，電梯一次可能就要等個10分鐘。像我們就有一次要去停車場，但是等電梯一直等不到，後來才知道是樓下有住戶在搬家。但是這也是運氣問題就是了，像我這次再回來住就沒有遇到。但是有的時候艾倫都會在想，如果有一天這裡居住人口越來越多，一棟29層樓，然後1層8戶，如果真的住滿的時候只有一台往停車場跟垃圾場的電梯，那大家是不是會花很多的時間在等電梯呢？再來就是這裡冬天會非常冷，加上風勢也會很大，所以冬天如果住在這裡的話，真的會比在市區冷上許多。至於大家可能會想問，那這裡的管委會物業管理如何？這裡的話艾倫就不方便說太多了。不過海牙多西這裡很適合度假居住，開車或者坐公車半個小時就可以到淡水。現在大江大橋開通了，去巴黎也很方便。但是如果想投資這裡的話就不太適合。想要長期居住在這裡的話，就看自己喜不喜歡這裡，還有冬天能不能抵抗寒冷了。但是在新市鎮還是有很多建案，對新市鎮有興趣的朋友們還是可以多觀望幾家。但是如果你是想要下樓就是商店街，或者走個100公尺就能抵達便利商店，在生活機能上跟餐飲覓食上不用煩惱，那海牙多西真的可以考慮看看。好啦，海牙多西分享到這裡了，下一集我會帶大家到大江大橋走走。最後就是跟大家分享我們從海牙多西搭乘機場巴士前往桃園機場的心得。這部分艾倫在上一部的桃園機場影片我也有先跟大家聊過了，但是畢竟可能這部影片會有新朋友點來觀看，艾倫就還是再分享一次。自從大江大橋開通以後，淡水也開始有了往返桃園機場的客運巴士。新市鎮的話，這裡則是989號公車，然後海牙多西會是第2站。時刻表等相關資訊，大家這裡可以簡單看一下。這班巴士就跟遊覽車很像，會有行李寄放區，然後時間也真的跟宣導的一樣，在路況正常的情況下，1個小時就會抵達桃園機場。像我們這次搭乘是下午3點17分上車，然後一路上都沒有塞車，在下午4點15分就抵達第2航廈。以上就提供給新市鎮朋友們一個簡單的參考分享啦。好啦，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裡。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也請記得按讚，然後也要記得訂閱我們頻道。感謝大家，我們下部影片再見。